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矿战。终于是到了我们俄语粉丝作同整的最后一款游戏《现实收割者》了啊！不过有点可惜，这款粉丝作现在还没有出 demo 或是 Act 1，而且现在消息也是少的又少，导致影片时长没有前两款多。不过各位放心，老矿会尽力的去水时长的。顺带说一句，就在老矿写文案的时候，我们的电子玩偶暴动又出了一张图头，在片头一起来看看吧。一个来历不明的凡人，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噩梦的。不过幸好终于能在异世界看到同类了，希望会是一个好人。好啦，以上就是电子玩偶暴动的突发消息了。接下来轮到我们的主题——现实收割者消息同整喽，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首先是预告片及预告图部分，不过由于现实收割者还没有任何预告片，所以我们直接看图头吧。首先从这4张相关性比较大的开始，这张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场景和将要面对的敌人。看样子收集阶段的敌人依旧是我们的老熟人收割者护士。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短视频图头，首先是场景，风格一模一样，肯定是同一个区域。然后我们看到护士的行为，通过慢放可以发现，在我们没开启加速的时候，护士的追击速度是快过我们的跑步速度的。在开启加速之后，就慢慢拉开了与护士的距离。之后是护士在场景上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护士在路过这个互动点时，会有一段非常帅气的腾空，然后拉下铁栅栏门，限制玩家的去路，然后前翻一周再落地。而且就连过门，护士也会有一个推门的动作。老狂现在这吹一句：“你永远可以相信俄语黑暗轨迹粉丝作中的机制创新。”各位应该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看官方《黑暗轨迹》第4章预告片的时候，护士的突击互动吧？老狂看完之后，对第6关游戏体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立刻就准备了这套组合技的应对方法。结果，原来是动画限定组合技啊！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在俄语粉丝作中看到这些非常新颖的游戏机制啦。剩下的就看玩家们会怎样应对了。在老狂看来，这个关上的铁栅栏门应该可以使用我们的闪现穿过去，不然把路封死又不能穿过去的话，后续会越来越难玩。并且这个互动点在整个区域内肯定不会少。再来看到这2张，看来这个新护士和旧护士是共存的，是2种不同的敌人。新护士的这2个大爪子看起来很危险呀，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新的能力呢？以及隐身和丢药丸这2个旧护士的能力。而且他同样穿着轮滑鞋，速度上肯定不会慢。再来是我们的护士长，护士长的体型缩小了呀，看起来作者是有把他做成巡逻敌人的想法。如果护士长真是收集阶段的敌人，那么现实收割者的首领会是谁来当呢？按照前2款的想法，感觉这个特殊的护士会是一个小首领，然后绝对还有未揭露的敌人。真是越来越期待这款未发布的粉丝作的后续了。作者们的想法异想天开，游玩过程绝对是痛并伴随着快乐。说回这张图，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这张餐桌前面的？也许是在开头动画后，我们被击晕，然后被绑到这里的。不过护士们在祈祷什么呢？不会准备要把我们击陷掉吧？然后是这张场景预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处在疑似轻轨的地方。为什么老狂不敢咬定是在轻轨呢？各位看看电车的后面，这里尾随着一些医院的救护车，同时空中也有护士配色的红白色直升机。老狂觉得这个场景肯定会作为过场动画，因为根据前2款游戏来看，开场动画都没有这样大场景的制作。虽然现在也没有前2款游戏的 Act 2来判断过场动画的制作程度，希望可以被打脸。最后是这2张人物预览，
这个女人根据配文，感觉会是护士变成护士前的人类形象。不过怎么感觉罩杯被削了？把图片放亮的话，还可以看到旁边站着新护士，不知道两种护士会不会有不同的背景故事。最后是这个有着恶魔犄角的女人，很难判断她是指在剧情中出现的敌人，还是我们会在游戏阶段中与她战斗的敌人。哎，等一下，从服饰上来看，她和新护士有一些共同点：胸前的这朵花、外衣和里面的衣服，以及这个挂着的工作身份证。难道说她会是没有戴头套的新护士？不知道各位对这位威严的女人有怎样的想法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分享各自的看法。那么以上就是全部的预告片及预告图内容喽。虽然并没有预告片。接下来让我们试听一下《现实收割者》的全部 OST 吧。虽然 OST 也只有1首，但是还是来听一听吧。我们走。有点嗨哦，但是有点怀疑这个 OST 是不是游戏内的。如果真是游戏内的曲子，会放在哪个阶段呢？感觉剧情上的概率会比较大。放在首领战也不是没可能，因为首领战的曲子风格不一定要压迫感满满的嘛，轻松一点也不是不可以。而且作者们的创意那么多，那么精彩，感觉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非常期待现实收割者后续的成品呀！好了，观众们 ，OST 试听及分析已经结束，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的制作组 Q&A 环节，让我们来看看作者们又透露了哪些精彩的消息吧。Let's go！ 制作组问答环节，第一问：目前现实收割者的进度是多少？你对现实收割者的游戏性有什么想说的吗？作者说，俄语欢乐帮和混沌顾客正在完美开发中，原则上在谢天谢地的情况下，他们的更新会在今年发布。俄语护士对于完全开发来说才刚起步，其成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决定在 DC 伺服器上添加频道。俄语护士粉丝做的发布依然是一个问题。确实啊，光看预览就已经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了。希望作者先照顾好自己的学业吧，等放假或其他空闲的时候再慢慢完善现实收割者。同时制作3款这么精彩的游戏，就算发布的晚，粉丝们和我也可以理解的。要是胡乱画大饼的话，岂不是？第二问，收割者护士还在现实收割者里吗？还是说他们被新角色替代了？如果这个新护士的名字不同，他叫什么？两者都在同一关，他有新名字，但现在不能透露。图透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确实都出现在这一关哦。至于这个护士叫什么名字，金刚狼，期待作者们有更好听的名字给他。第三问，既然俄语护士粉丝座有4个区域，那么它是否会有1-2个区域用于解谜或隐身潜行？作者回答：对。关于这个问题所提到的解密或者是潜行阶段，无论是官方的关卡还是现在的俄语系列同人，这种特殊的玩法都有在其中有所体现。就比如俄语欢乐帮中1、2阶段转场时寻找3个吉祥物的头，并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摆放来开启升降梯的电源，以及官方原版护士1、2阶段转场时的潜行阶段。不过希望作者在这种阶段不要做得太难，或者是稍微多加一些任务的指引吧。毕竟初见俄语欢乐帮的时候，谁又能想到 Hangry 头盔放在天花板上需要用幸运震下来呢？第4问，我们可以在2023年年底至2024年年初之间看到俄语护士粉丝座吗？作者讲难说，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开发。还是那句话，慢慢等。制作团队的游戏质量绝对是我们值得相信的。当然，如果能早点发布也是可以的。嘿嘿嘿。第5问，护士粉丝座的区域1和原版的区域1比起来相同吗？不会。从电子玩偶暴动就知道了，不同于原版的风格，并且地图更大更好。而且这个问题是在8月31号问的，这部短视频是在11月19号发布的。虽然不确定这是区域几，但室内风格绝对不同于原版的医院。第6问，你会让护士粉丝座的医院看起来更恐怖吗？医院内会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医院内会有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场景。一般来说，大家会先想到的应该是太平间的停尸房，而且前一个问题也已经说明了俄语护士的区域衣服相比原版的医院会有较大的一个差别。感觉俄语作者对于同人的制作和设计有点靠近当初第4章发布前大家对第4章的猜想了，而且还顺带还原了一些你 Fins 曾经发过的大饼，很期待俄语护士的后续消息透露哦。第7问，护士长会登场吗？如果会，他会有多大？作者回复他会很小。不是吧？原版的护士长居然会在同人中出场吗？不过这个问题中作者说护士长的体型会很小，难道护士长不会算作俄语护士同人的 BOSS， 而是收集阶段的普通敌人吗？不知道到时候护士长会不会有了区别于普通收割者护士除了隐身以外的新能力来对付主角呢？第8问，护士粉丝作里会有新的陷阱吗？会。第9问，护士没有组合技吗？有的。哇哦，看来俄语护士同人作者的很多想法和设计创意都很有趣，护士之间居然还会相互打配合来攻击主角。个人觉得护士之间的组合技应该不仅仅是指怪物 AI 在追击时包抄主玩家，也有可能是像官方逃离动画中所展现的那种配合，两个护士在蓄力一段时间之后，将一名护士丢出刺向主角。不知道大家对俄语护士同人中护士的组合技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进行讨论哦。第10问，在1至10这个范围，你会给护士粉丝做的难度评几分？制作组的其中2位都给了这款游戏10分的难度评分。不会吧？就目前俄语欢乐帮和混沌顾客的难度来看，俄语系列在难度上就足以让所有初见玩家在不了解机制和玩法的情况下会被怪物虐得很惨很惨。而且作者曾经也表态过，在1到10的范围内，俄语欢乐帮的难度是8.5。俄语欢乐帮的难度光是目前已发布的 Act 1中的区域1就可以体现，其中的光速 Lucky 和秒炸炸弹就足以体现了。俄语护士同人的难度居然直接满分，看来哪怕是原版护士官的讲师也得在初见时坐大牢了。虽然原版护士难度本身不高，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 Figure 做出来的磁铁技能过于强悍导致的。第11问，护士粉丝作中的心灵感应是透视版还是红雾版？不止护士，我们3款粉丝做的心灵感应都会是透视版。果然还是透视版的感应用起来舒服，红雾版的透视了个啥呀？是根本判断不了敌人的远近，靠近了还得靠听力。可能是威哥发现自己玩自己的游戏用了透视感应也逃不了敌人的追击，所以搞了这么 OP 的磁铁吧。然后为了显得自己的技能平衡很成功，又削弱了我们可怜的感应。不得不说，俄语粉丝做的技能平衡做的还算不错，虽然这个磁铁的范围小了那么一点，还有这个隐身的 CD 长了那么一点，剩下的技能强度还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一问，护士粉丝作中的敌人会比玩家的跑步速度快吗？护士长会比加速快，但收割者护士不会。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明确表明了之前问题所提到的护士长是否会作为收集阶段的普通敌人出现在俄语护士中。不过护士长的速度居然会快于玩家拥有的加速技能，这一点看起来有点棘手啊！除了护士以外，还需要规避一个快于加速且拥有未知能力的护士长，加上这个护士同人中还会有着区别于原版的新陷阱，也难怪作者会说是同人护士的难度会是满分的10分了。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的现实收割者消息通整的全部内容喽，同时也是我们的俄语粉丝作消息通整系列的最后一篇了。当然，完结只是暂时的，等消息量足够多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制作同整影片的哦。所以为了不错过同整影片，记得点一下这个订阅和这个小铃铛哦。如果各位喜欢这个系列的话，也不要忘记点一下这个喜欢哦。最后的最后，再告诉各位一个消息，现实收割者也是有重置前的版本哦。虽然它已经全部翻新过了，也没有重置前的游玩版本，但幸好还留有影片的哦，在影片的结尾放给大家观看一下吧。
тобой еще не покончено, смертный. Куда намылился? Ты никогда не увидишь, как оно...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拜拜。